在中华文明的浩瀚书海里，尚书拥有两个极其矛盾的标签。第一个标签是至高无上，它是正书之祖，史书之源，儒家五经里地位最高的一本。2000年帝制时代，它是皇帝的必修课，宰相的案头书，连孔子都把这本书当成教材里的核心课程。但第二个标签却是不知所云。唐代大文豪韩愈读了都忍不住吐槽，说他周告音盘及区科牙句子太拗口，意思太深奥，读起来就像嘴里含着石子说话，根本不通。你翻开书页，满眼都是密码一样的文字，比如开篇第一句曰若击鼓地摇，简简单单6个字，历代学者为了解释清楚，写出几万字的论文。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它这么晦涩，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花时间去听？它凭什么能流传3000年而不绝？因为尚书是中华文明的源代码。如果把中华文明比作一台运行了几千年的超级计算机，唐诗宋词是漂亮的显示界面，诸子百家是丰富的应用程序，而尚书就是最底层的操作系统。你也许没读过尚书，但你骨子里的价值观早就被它塑造了。比如功成身退的故事模板就在这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出处也在这里，甚至小康社会、大同世界这些概念的源头都在尚书里。尚就是上古，尚书就是上古时期的档案文件汇编，它记录了从尧舜禹时代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时期长达1500多年的历史。但它不是流水账，而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哲学案例库。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我们的祖先在面对洪水滔天时是如何组织社会资源的，面对王朝更替时是如何寻找权力合法性的，面对人性贪婪时是如何设计制度来约束权力的。读尚书读的不是发黄的固执堆，而是中国人的政治基因。整部尚书虽然篇幅浩繁，但归根结底只讲了2个字，第一个字是德。在西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里，权力往往意味着阴谋和力量，但在尚书里，权力的来源只有一个德行。他第一次提出了天命弥长，唯德是辅老天爷不保佑任何人，只保佑有德行的人。第二个字是民，考核标准是什么？是老百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统治者只有让老百姓过得好，他的权利才是合法的。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4000多年前，那是中华文明的传说时代，也是一切故事的起点，尧舜时代。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那么尧舜时代就是这条大河的源头。在孔子和后世儒家的眼中，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代，权力不属于某个家族，不属于某个人，而属于天下。尚书的开篇第一篇叫尧典，第二篇叫舜典，这2篇加起来其实只讲了一件事，一个伟大的 CEO 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比自己更优秀的接班人，并平稳完成交接的。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禅让。但请注意，千万不要把禅让想得太简单，以为就是尧帝2手一挥就送出去了。这其实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极其精密且残酷的考察期。先来看故事的主角尧帝。尚书开篇第一句话是曰若击鼓地摇，曰放勋。紧接着用了6个字来形容这位领袖的气质，亲民文思安安。这6个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高层领导力素质模型。亲是恭敬严肃，说明他对权力有敬畏感；明是明察秋毫，不能被底下人忽悠；文和思是指他有文采、有思想。最后2个安字非常关键，是指他性格温和，并且能让周围的人感到安定。拥有这样完美人格的尧，到了晚年却面临着一个最大的焦虑：谁来接班？
他在朝堂上问大臣，谁能顺应天命，继承我的位子？大臣放弃推荐尧的儿子丹朱说，丹朱通达事理，可以继位。尧帝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吁，萧宋可乎？呸！这小子又顽固又喜欢跟人争吵，怎么能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血缘和胜任力剥离开来。他宁可把位子给外人，也不给不成器的儿子。既然儿子不行，那就搞全员海选。这时候，大臣们异口同声推荐了一个来自民间的草根舜。舜的家庭背景非常糟糕，甚至可以说是地狱模式。尚书里记载，舜的父亲叫寇叟，是个瞎眼的老糊涂，继母非常恶毒，弟弟象更是狂傲无礼。这一家三口还合谋想把舜弄死，比如让他修粮仓，然后撤梯子放火，让他挖井，然后填土埋人。但舜是怎么做的呢？他不仅没被弄死，反而还能跟这一家人和谐相处。父母想使唤他时，他就在身边；父母想杀他时，他就机智地躲开，事后还依然孝顺。这就是大臣们推荐舜的理由。这不仅仅是讲孝道，从管理学角度看，这体现了舜具有极高的情绪智力和冲突管理能力。如果一个人能在这种充满恶意的原生家庭里都能把关系摆平，那他去治理国家还有什么搞不定的？尧帝一听，有点意思，但我不能只听你们说，我得亲自试一试。于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试用期开始了。尧下了2步棋，第一步，送女儿尧把自己的2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这可不是简单的招驸马，这是派了2个卧底去近距离观察。结果舜把这2位娇生惯养的公主管理得服服帖帖。第二步，给石泉尧让舜担任司徒管教育，又让他负责纳言管迎宾。最惊险的一次测试是大陆之考，尧派舜进入神秘阴森的森林大陆，当时正值雷雨交加，还有猛兽出没。这其实是一场心理素质测试，一个人在天地变色，生命受威胁的时候，能不能保持镇定。上书记载，舜在暴风雨中不迷方向，神色镇定。经过了整整3年的考察，尧才最终拍板，你行。但他没有马上退位，而是让舜摄政，自己退居2线做监事。这一摄政又是28年。等到尧去世后，舜甚至还想把位子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躲到南河之南。结果诸侯们不去朝见丹朱，全跑来朝见舜，打官司的也不去找丹朱，全来找舜。这时候舜才叹了一口气说，这是天意啊，然后正式登基。这才是禅让的全貌，不是礼物的馈赠，而是权力的自然归流。当你的德行和能力覆盖了天下，权力自然就会流向你。在尧舜时代的故事里，最精华的部分藏在另一篇叫《大禹谟》的文章里。当舜年老了，准备把位置传给大禹时，他说了16个字，被后世称为中华心法：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一，允直厥中。让我们逐字拆解一下，因为这是读懂尚书的一把钥匙。人心为微，是说人的私欲充满危险，每个人都有贪婪、懒惰的一面。道心为微，是说追求公义的那颗心往往非常微弱，很容易被私欲淹没。为精为一，是说要保持精神的纯洁和专注，时刻警惕私欲的抬头。允直厥中，是方法论，要在各种极端的矛盾中找到那个动态的平衡点。各位，这哪里是在讲政治，这分明是在讲人性。舜是在告诫大禹，做老大最难的不是征服外部的敌人，而是战胜自己内心的欲望。回顾尧舜时代，我们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大同，不是因为大家都一样有钱，而是因为公天下的精神。尧舜的故事至少给了我们2个启示。第一，关于接班与放权尧
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胜任力模型和试用期制度。德行匹配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二，关于自我管理，人心为微，道心为微，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尧舜确立了权力的道德标准，但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人性的贪婪，还有大自然的暴怒。当滔天洪水袭来，刚刚接班的大禹将如何把这个松散的部落联盟锻造成一个真正的国家？就在尧舜交接的这段时间，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尚书尧典里用了极其恐怖的语言来描述汤汤洪水方歌，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大水包围了山岗，淹没了丘陵，整个世界一片汪洋。面对大自然的暴怒，部落联盟脆弱的秩序面临崩盘。这时候，历史的聚光灯打到了一个男人身上，大禹。在尚书的禹贡和高陶墨这两篇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圣人，而是一个满身泥泞、手中长满老茧的实干家。大禹治水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如果我们把尚书当作一本管理学教材来读，你会发现大禹治的不仅仅是水，更是人心，是制度，是国家的雏形。大禹的父亲叫鲧，当初尧帝问谁能治水，大家推荐了鲧。鲧用了9年时间，采用的方法简单粗暴笃，哪里有水就修坝，水涨1尺，坝高1丈。结果9年下来，堤坝越高，溃决时的破坏力越大。鲧最终因为治水失败，被流放致死。轮到大禹上场了，他面临的是一个死局。父亲失败的阴影，各部落的质疑，以及似乎永远治不好的洪水。大禹做了一个颠覆性的决定，改赌为输。他说：禹决9川，据4海。他不再与水对抗，而是顺应水的本性，给水在大地上找出路。这不仅仅是水利工程学的胜利，这是治理哲学的巨大飞跃。赌是权力的傲慢，试图用强力压制问题；输是管理的智慧，通过合理的引导，把破坏性的力量转化为建设性的力量。为了践行这个理念，大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尚书记载他劳身骄私，甚至3过家门而不入。这不是因为他不爱家，而是在巨大的公共危机面前，领导者必须展现出绝对的在场感。治水成功后，大禹做了一件更伟大的事记录。在禹贡这一篇里，很多朋友觉得枯燥，因为满篇都是地名、山名和贡品。但如果换个角度看，禹贡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资产盘点报告和税务系统设计书。在大禹之前，中华大地是松散的部落，大家各过各的。大禹借着治水的机会，把全天下的土地丈量了一遍，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九州这个概念一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雏形就出现了。更有意思的是，大禹还搞了一套极具现代感的分级税收制度，根据土壤的肥力，把土地分成3等9级，最好的地多交税，最差的少交税。然后他规定了各地的贡品，扬州进贡橘柚丝织品，青州进贡海盐丝绸，凉州进贡铁银熊皮。这不仅仅是收东西，这是在建立中央与地方的联系。通过治水，大禹打通了道路；通过共富，他把各地的资源调动到了中央。那些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部落，被编织进了一张巨大的网络里。这张网就叫国家。大禹要把这么大的国家管好，光靠他一个人不行，他需要团队。这就引出了尚书里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高陶。高陶是大禹时期的司法部长，也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鼻祖。在高陶墨这一篇里，记录了他和大禹关于如何识人、如何用人的精彩对话。高陶提出了一套著名的9德标准，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公务员
KPI 考核体系。这九德非常有意思，每一条都是辩证法，宽而立性格宽厚，但要有威严；柔而立性情温和，但要有主见；怨而恭老实谨慎，但要庄重；乱而静，有治理乱局的能力，且严肃谨慎；扰而易，能够顺应民意，但意志坚定；直而温正直敢言，但态度温和；简而廉行事简明，但内心方正；刚而塞刚强坚毅，但要笃实；强而易强壮有力，但要合乎道义。大家发现没有？这9条标准每一条都在强调平衡优秀的人才，不是只有一种特质，而是能把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完美结合起来。大禹听完这套理论，马上推广到全天下，用来考核官员。从大禹和高陶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第一，关于危机管理，任何危机都是一次重塑秩序的机会。洪水是毁灭性的，但大禹利用治水完成了地形勘测、资源盘点和行政区划。高手能把最大的变量变成最大的增量。第二，关于顶层设计与共告诉我们，管理最核心的动作是分类和连接。你得搞清楚资源在哪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政策，建立通畅的物流和信息流系统，才能运转。第三，关于时人高陶的9德提醒我们，在考察人才时，不要被表象迷惑，要辩证地看待。大禹治水成功了，九州安定了，他不仅成为了部落的领袖，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可以永恒。夏朝传了400多年，传到了夏桀手里；商朝传了400多年，传到了商纣手里。这两个王朝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皇帝变成了独夫民贼，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这时候摆在人们面前有一个巨大的伦理难题：臣子能不能杀君主？臣属能不能推翻上级？在讲究服从的古代社会，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尚书》却用了整整3篇汤氏太师墓室来论证这件事不仅合理，而且神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汤武革命。在解读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尚书》里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天命弥长。在商周时期，人们认为统治权是上天赋予的，但是《尚书》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老天爷的授权并不是永久的，而是无常的。这就好比一家公司的董事会聘请了一位 CEO， 聘书不是终身制的，而是有 KPI 考核的。如果 CEO 干得好，董事会就支持你；如果你贪污腐败，董事会就会收回聘书，转交给另一个更有能力的人。这个收回聘书的过程就叫革，这个收聘书就叫命，合起来就是革命。这是一个极其早熟的政治智慧，它告诉所有统治者，你的权力不来自你的血统，而来自你的表现。让我们把镜头对准第一场革命——商汤灭夏。夏朝的末代君主夏桀荒淫无道到了什么程度？老百姓指着天上的太阳咒骂他，因为夏桀自比为太阳，老百姓就说：“10日堕丧，与己汝皆亡。”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掉啊？我们宁愿和你同归于尽。尽管如此，商汤作为夏朝的诸侯，要起兵造反，心理压力还是巨大的。他怕后人骂他是乱臣贼子，于是在出征前，商汤发表了著名的汤誓。他全篇都在强调，不是我这小子胆敢作乱，而是夏桀罪恶滔天，老天爷命令我去讨伐他。他引用了老百姓那句与己汝皆亡的诅咒，表示自己是顺应民心。这篇演讲非常短，但逻辑极其闭环。他成功地把一场以下犯上的军事政变转化成了一场替天行道的正义战争。商汤赢了，夏朝灭亡，商朝建立。时间又过了600年，商朝也走到了尽头。
商纣王帝辛登场了。关于纣王的残暴，《封神演义》里有很多夸张的描写，但在上书里，周武王对他的指控要严肃得多。我们来到牧野之战的现场，公元前1046年的一个清晨，周武王率领着300辆战车、3000名虎贲军，面对商纣王号称的70万大军。在这个敌众我寡的生死关头，周武王发表了《牧士》这篇演讲，简直是军事管理学的巅峰之作。第一层定军新武王一上来，先点名：借我有邦种军、司徒、司马、司空、千夫长、百夫长。他把所有人都尊称了一遍，拉拢了盟军的感情。第二层数罪状武王，指控纣王的罪行主要有3条：一是只听宠妃妲己的话，颠倒了阴阳秩序；二是不祭祀祖先，背叛了信仰体系；三是抛弃同宗的亲兄弟，重用那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大家看，武王抓的都是路线上的错误，这比单纯说他残暴更有政治高度。第3层立规矩，最精彩的部分来了。武王没有喊冲啊杀，而是下达了极其严酷的作战纪律。今日之事，不信于6步7步，乃止其焉；不近于4罚5罚6罚7罚，乃止其焉。意思是冲锋的时候跑6步7步就要停下来整理队形，刺杀的时候4下5下6下7下就要停下来看看身边的战友还在不在。为什么？因为古代打仗讲究阵法，如果像流氓一样乱冲，瞬间就会被反包围。周武王要求军队像机器一样精准，像墙壁一样推进。这种冷静节制、纪律严明的军队，对比商纣王那边由奴隶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胜负在开战前就已经注定了。讲完这2场战争，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终极问题：天命到底是什么？天又不会说话，谁有资格解释天命？尚书在太史篇中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答案：天是自我民是，天听自我民听。这句话是整个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石意思，是老天爷没有眼睛，老百姓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老天爷没有耳朵，老百姓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换句话说，民意就是天意，这是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君主的权力来自天，天意通过民意来体现。如果老百姓过得不好，说明你失去了天命，大家就有资格推翻你。所以尚书里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民意测验。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青铜时代，我们的祖先就能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比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早了整整2000多年。商朝灭亡了，周朝建立了。然而暴力的革命虽然能夺取政权，却不能保证长治久安。看着血流飘杵的战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他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后来中华文化的奠基人周公旦。他担心周朝会不会像夏商一样，也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将开启一场比战争更艰难的工程制度设计。首先，我们要讲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记录在尚书今kind篇里。武王病重的时候，周公做了一件极其秘密的事，他筑起祭坛，向祖先祷告：如果我能替死，请把我的命拿走，让我的哥哥武王活下来。我有才艺能侍奉鬼神，而武王是受命于天的君主，不能死。祷告完，他把这篇祷文锁在一个金属封间的柜子里，这就是金根，并严令史官不许泄露。后来武王还是去世了，周公摄政代理国政。这时候流言蜚语满天飞，武王的另外几个兄弟管叔、蔡叔到处散布谣言，周公这小子想篡位，他要把成王废了，自己当皇帝。年轻的成王听信了谗言，开始怀疑周公。周公为了避嫌，甚至躲到了东部边境。直到有一天，秋收时节，突然雷电大作，
狂风把大树都拔了起来，庄稼倒了一地。成王吓坏了，打开那个尘封的金竿之柜，看到了那篇祷文，这才知道叔叔周公曾经愿意用自己的命换父亲的命。成王感动得痛哭流涕，亲自去把周公请了回来。这个故事不仅仅在讲手足情深，它确立了儒家政治伦理的一个最高标准无我。周公之所以被后世尊为圣人，是因为他在拥有绝对权力的时候，心里装的完全是公义，没有任何私利。周公重新掌权后，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竟然是喝酒。商朝为什么灭亡？周公总结得很到位，就是因为酒。商朝人太爱喝酒了，甚至搞出了酒池肉林，这种风气传染性极强。周朝的这些新贵族眼看着也要被腐蚀，于是周公颁布了酒告。这不仅仅是一篇劝酒词，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禁酒法案。在酒告里，周公规定了3条铁律：第一，只有祭祀祖先和神灵的时候才能喝酒，平时绝对不行；第二，要时刻警惕，不要像商纣王那样沉迷享乐；第三，最狠的一条，如果聚众饮酒，抓到了就送到首都，统统杀掉。为什么这么狠？因为对于一个初创的政权来说，松懈和放纵是最大的敌人。周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在生活作风上与旧王朝切割，周朝很快就会成为第2个商朝。解决了官员的作风问题，周公最担心的还是那个小皇帝成王。成王从小长在深宫，不知道创业的艰难，于是周公写了《无益无益》，就是不要贪图安逸。这篇文章堪称帝王教育学的巅峰之作。周公一上来就说：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做领导的人绝不能贪图安逸。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先知嫁敌之艰难。你得先知道种庄稼有多难，知道老百姓过日子有多苦，然后你才能去享受生活。如果你不懂这个，就会变成那个被老百姓诅咒的怪物。为了说服成王，周公列举了商朝的中宗、高宗、祖甲这些贤明的君主，因为他们知道民间疾苦，不敢贪图享乐，所以在位的时间都很长，有的75年，有的59年。但是后来的那些君主则一生下来就只知道享乐，不知道种地的辛苦，结果在位时间很短，有的7、8年，有的3、4年就亡了。这哪里是在讲历史，这分明是在讲政治生命周期率。周公是在警告成王，享乐等于短命。这里的短命既是肉体的死亡，也是政权的夭折。除了管官员的酒告和管接班人的无益，周公还做了一项更宏大的工程，记录在康诰等篇章里，这就是著名的明德慎法。商朝统治者喜欢用酷刑砍头、跺脚、挖心，他们认为只要我够狠，你们就不敢造反。周公颠覆了这个逻辑，他提出，首先要明德统治者要修明自己的德行，像父母爱护孩子一样爱护老百姓。其次，要慎罚，刑罚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不能因为情绪杀人。周公在这里引入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区分故意与过失。如果是无心之过，哪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可以从轻发落；如果是明知故犯，哪怕罪行很小，也要严惩不贷。这标志着中国政治从神权统治转向了人文统治。周公通过治理作乐，把原本野蛮的征服者改造成了文明的守护者。读完周公的故事，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周公的焦虑其实是所有守成者的焦虑。当一个组织度过了最危险的生存期，进入平稳期，他面临的最大敌人不再是外部的对手，而是内部的熵增奋斗精神的衰退、贪图安逸、纪律松懈、接班人的平庸化。周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制度化。
他没有指望每一代君主都是尧舜那样的圣人，而是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这套制度规定了谁该穿什么衣服，谁该听什么音乐，谁该怎么说话。哪怕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只要按照这套程序走，国家就不会乱到哪里去。制度是用来兜底的。周公不仅挽救了周朝，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种忧患意识和制度精神植入到了中华文明的骨髓里。孔子为什么一辈子做梦都想见到周公？就是因为周公创造了儒家理想中的那个有序、有温度的社会。周公之后，周朝延续了800年，这800年的基业有一半的功劳要记在周公那些不眠之夜的账上。然而，制度虽然完美，但执行制度的终究是人。如果面临极其艰难的决策，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制度可依，我们该怎么办？在《尚书》的最后，我们要去拜访一位商朝的遗臣箕子，他将传授给周武王一套神秘的决策模型，据说包含了宇宙万物运行的所有规律。这场对话极其特殊，对话的一方是刚刚推翻了商朝的征服者周武王，另一方是商朝的遗臣，被纣王囚禁的智者箕子。按理说这是成王败寇的见面，应该充满敌意，但周武王非常谦卑，他甚至没有穿君主的礼服，而是像小学生一样去请教。老天爷安定了下民，据说有洪范九畴是按照什么常理来布局的，请您教教我。箕子被武王的诚意打动，传授给了他一篇叫《洪范》的文章。洪就是宏大，范就是规范。模型洪范不仅仅是治国方略，它其实是中国人最早构建的一个元宇宙。在这个宇宙里，物理世界、政治世界和伦理世界是被一套统一的源代码控制的，这套代码就叫洪范九畴。我们没时间讲完这9条，今天只挑最硬核的2条：世界的底层逻辑五行，以及最高级的决策模型机宜。大家听到五行，第一反应可能是金木水火土这5种东西，但在洪范里，箕子讲的五行不是静态的物质，而是动态的功能和趋势。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系统论。水曰，润下水的特性是滋润向下，引申为那些低调务实、善于渗透的力量。火曰，炎上火的特性是发热向上，引申为积极进取，甚至带有破坏性的力量。木曰，曲直木的特性是能弯曲也能伸直，引申为一种可塑性和生长性。金曰，从革金的特性是顺从变革，引申为肃杀、变革、定型的力量。土曰，稼土的特性是种植和收获，引申为承载、孕育的基础。箕子告诉武王，治理国家就像运转一个宇宙，你不能只靠命令，你得理解这5种力量的流转，什么时候该润下休养生息，什么时候该从革大刀阔斧改革，什么时候该驾力安心搞建设，这就叫顺势而为。洪范里最让现代管理者拍案叫绝的是第7条机宜，也就是解决疑惑。身为领导者，你每天都要做决策，一些决策太难了怎么办？箕子给出了一个5维决策矩阵。他说，你要综合参考5个维度的意见。第一，你自己的判断直觉与经验。第二，龟占卜，古人用龟甲预测，相当于大数据分析。第三，用甘草占卜，相当于易经模型推演。第四，轻视高级干部的意见，专家智库。第五，庶民老百姓的意见，民意调查。这还不够，箕子还给出了一套权重算法。如果是大事，比如战争、迁都，必须你同意。龟和文代表天意和客观规律也同意，这时候哪怕轻视和庶民反对也可以干，这就叫独断的艺术。如果是内部事务，你同意，
轻视同意。但龟和癌的反对那就吉利，因为内部事务主要靠人，不用太看天。最糟糕的情况是你想干，但龟、轻视、庶民全都反对，这时候你要是硬干，那就是作死。各位，这哪里是迷信？这是一套极其精密的风险对冲机制。它告诉我们，一个完美的决策必须包含个人的决断力、客观数据支持、精英的专业意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机子就已经教会了我们如何利用多模态数据来辅助决策。最后，机子提到了一个概念：皇极。皇是君主，极是顶点标准，就像北极星。机子说，皇见其有极统治者，不是来享受的，而是来建立标准的。你必须不偏不倚，像北极星一样稳定，所有的星星臣民才会围绕着你转。如果你的标准忽左忽右，整个系统就会崩塌。这其实就是在讲核心价值观。一个组织可以没有钱，可以没有人，但不能没有极。只要这个标准立住了，资源自然会汇聚过来。纵观全书，一条道德红线贯穿始终。尧舜伟大，因允直觉中，敢为天下，将权力交与外人，桀纣灭亡。因作威杀戮，视民如草芥。周公焦虑，因知天命弥长，一旦失德于民，天命逆转。其核心政治哲学是：天下非私产，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此思想比社会契约论早2000年，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统治者头顶，倒逼其修身齐家爱民。上书满篇言天，但天为虚，民方为实。天是自我，民是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这些金句构建了文明的底色。大禹治水靠的是人类智慧与汗水，箕子箕夷是一套科学决策模型，中国人的道是实实在在的民生。最后是上书注入的忧患意识，书中多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的领导者。正是这种深刻的焦虑，锻造了中华文明的韧性，一个总在担心我做得不够好，天命或许会离去的民族，才能在顺境中不狂妄，逆境中不绝望。它不只是关于过去的书，更是关于未来的书。今人谈企业社会责任与 ESG， 是在谈上书的德，谈以用户为中心，是在谈其民，谈危机管理，是在谈其忧患。愿我们都能从这本最古老的书中汲取定力与智慧。我是读书君，我们下一本好书再见。